欢迎回来。周四上午，搭载着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12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我国时隔近5年再次进行载人航天任务，目的地是中国的太空之家。上午9点22分，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运载火箭准时点火发射。约573秒后，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15时54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2号货运飞船一起构成3舱组合体。18点48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将在天河核心舱完成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等工作，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再生生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今天上午，神舟12号载人飞船成功点火升空，这也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正式迈入3步走的最后阶段，实现太空长期驻守。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在回答深圳卫视有关提问时，语气难言自豪之情。我和大家一样，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一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历史时刻。探索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始终按照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有关国家广泛开展载人航天合作与交流。进入到空间站阶段，中国将继续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使中国空间站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太空实验室。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外航天员能够一起遨游天宫。中国空间站工程将在今明2年接续实施11次飞行任务，包括3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发射以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这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国空间站天宫的建造将于2022年前后完成。空间站建成后，每年将有多艘飞船往返运送航天员进入空间站。自主建造成了外媒报道中国空间站时的关键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指出，天宫空间站是中国独立自主建造、运营的载人空间站。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天宫空间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常驻大型太空站。目前的国际空间站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合作的产物，将于2024年退役。届时，天宫空间站将可能是近地轨道上唯一运行的人类空间站。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这将是中国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航天任务。这次发射和随后的飞行任务再次证明了中国在太空领域日益增长的信心和能力。英国卫报评价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此次航天任务是一次极具声望的盛事。法新社在其推特账号发文称，这是中国建设成为太空大国的里程碑式一步。据俄塔社报道，在周二举行的2021年全球空间探索大会上，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裁罗戈金透露，俄罗斯未来可能向中国的空间站派遣航天员，中俄双方正在就此事进行商讨。周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在记者会上也表示，中俄在载人航天领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曾经开展了多项富有成果的合作。中国还正在与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家围绕在空间站开展基础物理、航天医学、空间天文等领域的空间实验进行双边合作交流。相信在中国空间站建成后，也就是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到中外航天员联合参加中国空间站的飞行。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在航天领域的一种自信、一种决心。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中国的航天这个能力受到了世界的这个认可，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会和我们合作。在全球空间探索大会期间，关于中俄联手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项目也引发关注。据罗戈金透露，俄罗斯计划向中国的空间站派遣航天员，也是双方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协议中的内容之一。今年3月，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启动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4月23日，中俄双方发布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联合声明，两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再度升级。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的建设将采用勘、建、用3步走战略，计划于2035年建成。俄航天部门表示，中俄正与多方商讨合作建设月球站，其中欧洲航天局为最大伙伴。国际月球科研站由中俄两国合作来进行这个建造，同时呢，也不排除我们吸收其他有意愿、有能力的国家来积极参与。所以说是一件非常巨大的，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观察指出，中国进入到空间站阶段，将继续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香港南华早报则关注，其中并不包含美国。横亘在中美太空探索交流之间的是2011年4月美国国会批准的沃尔夫条款，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进行任何合作。因此，虽然已有240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航天员已经访问过国际空间站，但从未有过中国航天员。美国的这个举动，不仅损害了我们中国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的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中国一直是主张和平利用太空的，